它擦起来很不油腻，完全打破了一般对于物理性防晒会过于油腻的一个传统观念。在影片开始之前，趁着片头的动画，帮我往下滑按个订阅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夏天我会爱用什么样子的一些品项。当然，在夏天不外乎就一定最重要的就是防晒啦。所以一开始我会介绍3款属于油性肌肤很适合使用的清爽型防晒。首先第一款呢是这一个宝拉甄选的清新润色防晒乳。它的 SPF 呢虽然只有30，但是我自己在使用的过程之中，我觉得都没有晒黑的现象发生。而且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它的质地呢是属于有润色型的，而且是偏向一点点凝胶状的。它是介在乳跟凝胶之间，所以擦上去其实非常的清爽，没有油腻感。对油性肌肤来讲，真的非常的友善。而且呢，它的润色的色号呢也不是属于很浅的，所以擦在脸上不会有什么泛白的情形发生。因此呢，非常推荐不喜欢泛白而且是油性肌肤的人使用。另外一款呢，则是 Orbis 的这个隔离乳，这个隔离乳呢，它的 SPF 是34 PA+++，它的也是有润色的效果，但它的质地比较水状一点，给你们看。它的色号呢，就相对的比刚刚我讲的宝拉甄选的色号再稍微白一点，但是对于一些白皙肌肤的女生而言，或者是像我一样皮肤白的男生，它擦起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妆感，而且非常非常的清爽。它不但非常的清爽，甚至有时候还会略略的有一点点的干。可是对油性肌肤而言，算是非常友善。虽然它的 SPF 只有34，但是应对于一般的日常生活，以及如果你没有在海边嬉戏，或者是没有在阳光下面待超过1个小时左右，我觉得都非常的够用。而最重要的是，这款不但在妆前使用能够让我的妆更服帖以外，它擦起来很不油腻，完全打破了一般对于物理性防晒会过于油腻的一个传统观念。另外呢，我知道看我频道的很多是来自香港的小博士们，所以呢，这边我要推荐给你们香港的小博士们一款在香港容易买到的防晒乳，就是这一个。这款防晒乳呢，它用到的是21% 的氧化锌，其实在台湾是极度少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没有高于20% 氧化锌的产品，因为在台湾呢，高于20% 基本上就是列属于药品等级了。那它虽然只有 SPF 30 PA+++，但是我自己使用了这2个月下来，我觉得我都没有晒黑的现象发生。而它的质地给你们看一下，它也是属于这一种凝胶状的，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颜色更深，比刚刚的宝拉甄选稍微再深一点点。推开来讲呢，也是完全没有泛白的现象。不过虽然它擦起来跟一般的防晒乳的厚重感不一样，但是它还是略略的有一些存在感。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用到的一些高分子胶的关系。那这些高分子胶呢，如果你后续有上妆了的话，它也会有一点点起屑的现象。所以这一款，如果我今天会上妆，我之前的妆前就不会擦这款防晒。但是如果我今天不上妆的状态之下，我又不希望我的脸上有泛白的现象，这款就会是我的首选。而以上3款呢，这全物理性的防晒真的能够打破你对于传统物理性防晒很油腻的观感，它们真的很清爽，擦在脸上，除了这一款以外，这2款擦在脸上大概过1个小时，你就几乎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有擦防晒的感觉了。而这一款稍稍的有一些高分子胶在脸上，像擦了凝胶乳的感觉。然后这3款我也看过成分了，它们都没有明显致粉刺的成分。可是啊，我去看了各大的讨论区，虽然大部分的人用了这3款也都没有什么粉刺的问题，不过还是有少部分的人他们有长粉刺。所以我不能够保证这3款在你的脸上一定不长粉刺，但是就成分、配方以及清爽度而言，尤其是爱环境又是油性肌肤的人，其实选择已经本来就没有很多了。如果你有讨厌油腻感的话，这3款真的值得尝试看看。接下来除了防晒品以外，在夏天最重要的大概还是控油了吧。这边呢，我要推荐一个最近我常使用的一个控油的精华，这个是简单保养的净痘精华。其实简单保养的净痘精华，这是新包装了。去年我的爱用品里面我就介绍过它的旧包装，它对于抑制粉刺跟痘痘的效果其实还不错。但去年我里面也讲过了，如果我单点的点在痘痘上面，作用是还蛮好的。但是如果我全脸使用的话，它好像会让我的皮肤出油增加。那这一件事情呢，简单保养他们也听到了，所以他们今年改了新包装之后，他们添加了一个新的控油配方，主成分是硫磺。它能够抑制我们脸上的出油。那确实，在我拿到了这个产品之后，我使用了1个月下来，的确我的出油原本如果什么都不擦，大概早上8点到11点左右就会出油了。
那现在呢，擦了这一罐之后，早上8点出门，大概要下午2点到3点左右才会开始微微的出油，所以我觉得它抑制出油的程度还不错。另外呢，则是这一款淡斑精华，也是简单保养的，跟去年最大的不同的也是它改了一个新包装。那去年呢，它是一个软管型的，所以挤出来之后呢，很容易跟空气有交互的作用。这个也是，去年是滴管型的。2款去年的包装我都不是非常的满意，可是今年呢，他们一律都改成了这一种真空压瓶。那这款真空压瓶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不会跟外界的空气做接触，所以它能够保存的期限也会变得比较久。所以去年它的淡斑精华，其实我在使用的时候，大概用到1个半月左右，它的美白的效果就会减弱了。那我后来就会改成厚湿敷，才会达到我要的淡斑效果。而这一款呢，我其实一样是拿来湿敷啦，但它淡斑的效果呢，我其实是满意的。虽然我自己平常在使用的淡斑的产品呢，是 SK-II 的小灯泡跟Kiehl's 家的淡斑精华，但是啊，价格实在是差很多。其实要拿这2款来湿敷，我是蛮心疼的。我基本上就是拿来擦全脸而已，因为我们知道湿敷大概有1半以上的精华液，其实全部都在化妆棉里面，不是在你的脸上。而这一款呢，拿来湿敷就完全不心疼，因为它也不过才500左右的价格而已。那它们之间的功效其实略略的还是有差。如果我要湿敷我的痘疤的色素沉淀，这一款大概3到4天左右会有很明显的淡斑，而这一款可能要用到4到6天左右才会有明显的改变。可是由于价格实在差太多了，我湿敷也不心疼，所以我基本上1天我可以敷个2次左右。也不瞒大家说，这一次简单保养的老板来找我，除了最重要的就是让我知道他们家的产品改了包装，解决了我之前影片中说我很不喜欢开放式包装的一个缺点以外，还解决了我脸上使用他们家产品会导致出油的问题。原本简单保养的老板是希望我帮他业配这2支产品的，但是因为我去年就已经推荐过他们家的产品了，所以我认为没有什么需要业配的。一个产品我基本上能够连续的喜欢1年以上，它一定有它的优点，所以这次我跟简单保养的老板讲说，我还是可以帮他们推荐这一款产品，原因是因为我真的爱用，但是我可以不收他的业配费，不过他必须要回馈给我的粉丝们，所以我跟他要了一组折扣码，从这部影片开始的为期10天左右。如果你们去结账的时候，可以输入一款折扣码，叫做 DR.6， 注意中间没有空格，就是 DR.6， 每一张单就可以折70块钱。这是我努力跟简单保养老板争取而来的，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我的诚意。我也非常的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虽然是为期10天左右的活动啦，但是我不知道简单保养有预备多少的量给我的粉丝们，所以如果提前在10天前结束，大概就是量没有了。先跟大家讲一下。最后呢，我要推荐一款夏天我常用的随身喷雾，就是欧芙丝他们家的这一款舒缓喷雾。有在追踪我的人呢，都知道我是一个喷雾控，我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拿喷雾起来往脸上喷。我实在用过了非常多种喷雾，我在我私人的社团中也推荐过一些喷雾给我的小博士们。而这次这一款呢，我会主要特别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夏天非常的适合，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所含有的尿囊素的成分，以及咖啡因还有维他命 B5这样子的一个配方呢，喷在我们的脸上可以舒缓在夏天太阳对我们造成的不适感。而且喷雾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防腐剂用量了。因为如果防腐剂用量用得太高了的话，当我们不断的喷洒、不断的堆叠，它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一些些微的刺激。而这一款喷雾的防腐系统用的我真的是心服口服，它用的是银离子的防腐系统，所以呢，即使堆叠也不会对我们的肌肤造成多大的刺激感。我自己最高的记录呢是在有一次进摊了的时候，我大概1天就喷掉了半罐。所以呢，累积在我脸上的量也没有让我的皮肤造成任何的不舒服，反而还可以舒缓我太阳晒到的那一种不适感。而且它的喷雾还蛮细致的，给各位看一下。所以呢，即使是喷在带妆的脸上，也不容易让你的妆花掉。我觉得他们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只出50毫升的，如果可以出到100毫升的，我会觉得更好，因为我实在是用量非常的大。好，如果你们跟我一样都是油性肌肤，在这个夏天也想要控油，也想要寻找清爽的防晒的话，这次介绍的影片的这些东西真的很值得你们参考，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都欢迎留言在下面让我知道。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我是Ivan，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净痘精华在我脸上使用的过程中，会有好像让我推荐里面我在介绍的时候也说了，可是我去年。
疯狂的被蚊子咬，天哪！我应该喷个防蚊液再来的。走回家的路上，边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校园好啦。哦，